今天我们来关注几天前由《时代周刊》刚刚发布的2025年的 AI 100人榜单。这个榜单汇聚了来自科技业、政界、学术和创意领域的100位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当中既有引领尖端技术创新的企业领袖，也有塑造 AI 治理框架的政策制定者，还有在社会、人文和艺术方面探讨 AI 影响的先锋人物。这份榜单全面展现了当今人工智能革命的多元图景，每一位上榜者都在以独特方式推动着 AI 的发展和应用。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Matthew Prince 是 Cloudflare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是一名律师和滑雪教练，于2009年联合创立了网络安全与性能公司 Cloudflare。他正将 Cloudflare 的全球网络转变为一个巨大的 AI 推理平台，旨在让开发者能以低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部署 AI 应用。Elon Musk 是 xAI 的创始人，作为特斯拉和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他同时创立了 xAI， 旨在构建好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他创立的 xAI 发布了大型语言模型 Grok， 并计划建造一台巨型超级计算机，致力于在 AI 领域追赶并超越竞争对手。Sam Altman 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是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总裁，后于2015年联合创立了 OpenAI。他领导的 OpenAI 推出了 ChatGPT， 引发了全球生成式 AI 的热潮，并持续推动着前沿 AI 模型，如 GPT-4o 的研发。Jensen Huang 是 NVIDIA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于1993年创立了 NVIDIA， 最初专注于图形芯片，现已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他领导 NVIDIA 生产的 GPU 是驱动当前 AI 革命的核心硬件，为全球几乎所有领先的 AI 模型提供了算力基础。Fidji Simo 是 OpenAI 的董事会成员 ，Instacart 的首席执行官。他曾在 Facebook 担任应用负责人，后于2021年出任 Instacart 首席执行官。作为 OpenAI 董事会成员，他在 Sam Altman 被短暂罢免后的公司治理重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积极推动 OpenAI 的安全与发展。Mark Zuckerberg 是 Meta 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于2004年在哈佛大学宿舍里创立了 Facebook，并将其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帝国。他正投入巨资将 Meta 转型为一家 AI 优先的公司，推出了开源大模型 Llama 3，并致力于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ndy Jassy 是亚马逊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在亚马逊工作超过25年，是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 的创始人和前任首席执行官。他领导下的亚马逊正将 AI 全面整合到其各项业务中，从云服务 AWS 到消费产品 Alexa， 并大力投资 Anthropic 等 AI 公司。Ali K. Miller 是 Open Machine 的创始人，他曾在亚马逊和 IBM 担任 AI 业务和产品的高管，是 AI 领域的资深商业领袖。他创立了 Open Machine， 一个致力于帮助企业采用 AI 的教育和咨询平台，并积极通过演讲和写作普及 AI 知识。Dario Amodei 是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是 OpenAI 的研究副总裁，后因对 AI 安全方向存在分歧而离职。他联合创立了以安全为先的 AI 公司 Anthropic， 开发了 Claude 系列大模型，并开创了宪法 AI 等安全训练方法。Strive Masiyiwa 是 Cassava Technologies 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作为津巴布韦的电信业巨头，他创立了 Econet Group， 并将其发展为泛非科技集团。他正斥资10亿美元在非洲建设数据中心和光纤网络，为在非洲大陆发展本土 AI 技术和应用奠定关键基础设施。Cristiano Amon 是高通公司 Qualcomm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在高通工作了近30年，从一名工程师逐步晋升，于2021年成为首席执行官。他正推动将 AI 计算能力从云端转移到个人设备边缘计算，使智能手机和 PC 能在本地运行强大的 AI 应用。
梁文峰是 DeepSeek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量化对冲基金换方 Highflyer 担任研究员。他创立的 DeepSeek 公司发布了一系列高性能的开源 AI 模型，尤其在编码能力方面表现出色，是中国 AI 开源社区的重要力量。Alexander Wang 与 Nat Friedman 是 Superintelligence Lab 的联合创始人。王创立了数据标注公司 Scale AI，Friedman 曾任 GitHub 首席执行官。他们联合创立了 Superintelligence Lab， 旨在通过收购计算资源和人才，安全地构建和扩展通用人工智能。Ravi Kumar S 是 Cognizant 的首席执行官。他曾在 IT 服务巨头 Infosys 担任总裁超过20年，后于2023年加入 Cognizant。他正领导 Cognizant 在3年内投资10亿美元用于生成式 AI， 并计划利用 AI 提升全球数百万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魏哲嘉是台积电 TSMC 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在半导体行业拥有数十年经验，于1998年加入台积电，并于2024年接任董事长。他领导的台积电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芯片代工厂，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用于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的高端半导体。David Holtz 是 Midjourney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联合创立体感技术公司 Leap Motion， 后于2021年创立了 AI 图像生成研究实验室 Midjourney。他创造了 Midjourney， 一个广受欢迎的 AI 图像生成工具，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质量的图像输出，影响了全球创意产业。任正非是华为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于1987年创立华为，并将其从一家小型电信设备销售商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巨头。他领导华为投入巨资研发 AI 芯片、升腾系列和 AI 计算框架，旨在打造独立自主的 AI 技术生态，以应对美国的制裁。Steve Huffman 是 Reddit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于2005年联合创立了社交新闻聚合网站 Reddit， 并在短暂离开后于2015年重返公司担任 CEO。他将 Reddit 庞大的用户对话数据授权给谷歌等 AI 公司用于模型训练，开创了利用高质量人类数据改进 AI 的重要商业模式。孙正义是软银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创立的软银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资者之一，曾早期投资了阿里巴巴等众多知名企业。他正计划筹集1000亿美元，成立一个名为伊邪那岐 Izanagi 的芯片企业，旨在为全球 AI 行业供应关键半导体。Adam Evans 是 Salesforce 的首席人工智能官。他曾在亚马逊云服务 AWS 和微软担任 AI 领域的高管，拥有超过20年的行业经验。他负责将 AI 功能深度集成到 Salesforce 的 CRM 产品中，帮助全球企业利用 AI 提升销售、服务和营销效率。Rene Haas 是 ARM 的首席执行官。他在半导体行业拥有超过35年的经验，曾在 NVIDIA 担任副总裁，后于2013年加入 ARM。他领导的 ARM 设计的芯片架构为全球绝大多数智能手机提供动力，并正积极扩展到数据中心和 PC 市场，以满足 AI 计算的需求。王兴兴是宇树科技 Unitree Robotics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拥有上海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于2016年创立了宇树科技。他领导的公司致力于开发高性价比的4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以其敏捷的运动能力和开源的开发平台，推动了具身智能的发展。Amnon Shahswat 是 Mobileye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于1999年创立了 Mobileye。他创立的 Mobileye 是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 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全球领导者，其计算机视觉技术已被应用于数千万辆汽车。Natasha Lyonne 是 Asteria Film Co. 的联合创始人。他是一位屡获殊荣的演员、导演和制片人，以其在《轮回派对》和《扑克脸》等作品中的表现而闻名。
他积极探索 AI 在电影创作中的应用，并利用 AI 图像生成工具为他的制作公司开发视觉概念，代表了创意产业拥抱 AI 的新趋势。Refik Anadol 是艺术家，他是一位土耳其裔美国媒体艺术家，以其利用数据和机器学习创作的沉浸式公共艺术装置而闻名。他开创了数据绘画和数据雕塑的艺术形式，将 AI 作为一种创作工具和美学媒介，探索人与机器合作的艺术可能性。Alex Blania 是 Tools for Humanity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在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理论物理后，与 Sam Altman 共同创立了 WorldCoin 项目。他领导开发了 World ID， 一个基于虹膜扫描的人格证明系统，旨在为 AI 时代的人类提供一个可靠的数字身份验证方案。Mike Krieger 是 Anthropic 的首席产品官。他于2010年联合创立了图片社交应用 Instagram 后，又创立了 AI 新闻推荐应用 Artifact。他正将在 Instagram 和 Artifact 积累的消费级产品经验，用于将 Anthropic 先进的 Claude AI 模型转化为对用户友好且有用的产品。Mathra Raghu 是 SamAI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在谷歌大脑担任研究科学家，专注于理解深度学习系统中的表征与学习机制。他创立了 SamAI， 致力于打造一个 AI 驱动的知识发现平台，帮助金融等领域的专家从海量信息中高效合成见解。Rick Rubin 是音乐制作人。作为过去40年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制作人之一，他与 Randy MC、Johnny Cash 等众多传奇艺术家合作。他积极探索 AI 在音乐创作中的潜力，并推广 Vibe Coding 概念，鼓励非技术背景的创作者用自然语言指导 AI 进行艺术创作。Matty Staniszewski 是 Eleven Labs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在 Palantir 担任部署策略师，并在贝莱德 BlackRock 从事产品模型开发工作。他联合创立了音频 AI 公司 Eleven Labs， 致力于开发高质量的语音合成与克隆技术，让内容能以任何语言和声音呈现。Peggy Johnson 是 Agility Robotics 的首席执行官。他曾任 AR 公司 Magic Leap 的首席执行官，并在微软和高通担任过多年的高管职务。他正领导 Agility Robotics 推动人形机器人 Digit 的商业化，专注于将先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规模部署到物流等行业。James Peng 是 Pony AI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谷歌和百度担任自动驾驶领域的核心技术领导者。他创立了 Pony AI， 致力于打造安全可靠的 L4、L5 级自动驾驶技术，并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化落地。Tarek Amin 是 HumAn 的首席执行官。他曾在日本乐天 Rakuten 和印度信实工业 Reliance Jio 等公司担任首席技术官。他正领导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PIF 旗下新成立的 AI 公司 HumAn， 负责在该国建设大规模 AI 基础设施并开发先进模型。Mfaki Makai 是 Cobalt Metals Africa 的首席执行官。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矿业工程师，曾在赞比亚最大的矿业设备公司担任国家经理。他领导的公司利用 AI 技术分析地质数据，以更高效、更精确地发现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铜、锂等关键矿产。Sam Rodriguez 是 Future House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是一位物理学家和生物工程师，曾在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领导一个应用生物技术实验室。他创立的 Future House 致力于利用 AI 加速生物科学研究，开发能自动规划和执行复杂生物学实验的 AI 系统。Andy Parsons 是 Adobe 的内容真实性高级总监。他是一位连续创业者和技术高管，在加入 Adobe 前曾担任多家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他领导 Adobe 的内容真实性倡议 CAI， 致力于建立一个开放的技术标准，以验证数字内容的来源和编辑历史。Navrina Singh 是 Credo AI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在微软和高通等公司工作近20年，负责移动 SaaS 和 AI 产品的开发。
他创立了 Credo AI， 一个 AI 治理平台，旨在帮助企业通过主动测量、监控和管理 AI 风险，负责任地部署人工智能。David Ha 是 Sakana AI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是谷歌大脑日本的负责人，也是 Transformer 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合著者之一。他创立的 Sakana AI 受到自然界集体智能的启发，致力于通过组合多个小型 AI 模型来构建更高效、适应性更强的 AI 系统。Edwin Chen 是 Search AI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在 Facebook、谷歌和 Twitter 等公司从事 AI 和数据科学方面的工作。他创立了数据标注公司 Search AI， 通过众包方式为顶尖 AI 公司提供高质量的训练数据，以提升 AI 模型的性能。Priya Danti 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助理教授，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专注于机器学习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他联合创立了非营利组织气候变化 AI、Climate Change AI， 致力于推动机器学习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与应用。Alan DeCoins 是 Triolabs 的首席执行官，他拥有计算机工程学位，在 Triolabs 从事了超过10年的 AI 咨询工作。他领导的 AI 咨询公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合作，将 AI 技术用于解决环境监测、公共卫生等社会问题。Kako Srivastava 是 Splice 的首席执行官，他曾在 Adobe 和 GitHub 担任产品管理副总裁，并创立了被雅虎收购的初创公司 Tomfoolery。他领导的 Splice 平台为音乐创作者提供 AI 工具和庞大的声音样本库，致力于通过技术赋能音乐创作与合作。Brandon Tseng 是 Shield AI 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7年，担任过海豹突击队队员和水面作战军官。他联合创立了 Shield AI， 致力于开发能自主飞行的 AI 飞行员，以在军事行动中保护军人和平民。Denise Herzing 是野生海豚项目的创始人兼研究总监。作为一名行为生物学家，他对巴哈马海域的大西洋斑点海豚进行了近40年的长期研究。他正与 AI 科学家合作，利用机器学习分析海豚的叫声，试图破译它们的交流方式，探索跨物种沟通。Mitesh Kapra 是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 IIT Madras 的副教授，他曾在 IBM 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专注于多语言计算和深度学习等领域。他领导的 AI4 Bharat 研究实验室为印度多种语言构建数据集和模型，为政府的 Bashanai AI 语言翻译项目提供支持。Anna Helena Albrecht 是 No Harm 的联合创始人兼总监，他是一名药剂师，因对日常工作中处方审核效率低下的不满而萌生了创业想法。他联合创立了非盈利 AI 工具 No Harm， 该工具能自动审查电子处方，识别潜在的用药风险，已在巴西数百家医院使用。Jeff Leake 是弗雷德哈金森癌症中心的副总裁兼首席数据官，他是一位生物统计学家和数据科学家，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教授。他领导团队利用 AI 和机器学习分析大规模基因组和生物医学数据，以加速癌症研究和治疗方法的开发。Stuart Russell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他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学者，与 Peter Norvig 合著了该领域最经典的教科书《人工智能：一种现代方法》。他创立了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 CHAI， 致力于研究如何确保高级 AI 系统对人类有益，是 AI 安全领域的思想领袖。菲菲利是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 HI 的联席主任，他曾担任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创建了 ImageNet 数据集，推动了深度学习革命的到来，并联合创立了非营利组织 AI4All， 致力于提升 AI 教育的包容性。Peter Thiel 是 Founders Fund 的合伙人，他是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 Facebook 的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并联合创立了 Palantir。
作为硅谷最具影响力的投资人之一，他通过 Founders Fund 向众多 AI 初创企业提供了早期资金，深度布局 AI 产业。David Sacks 是白宫的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他是 PayPal 黑帮成员，曾联合创立 Yammer 后被微软收购和风险投资公司 Craft Ventures。作为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顾问，他主张放松对 AI 行业的监管，并推动美国在与中国的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Hanna Virkanen 是欧盟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他曾是芬兰政府的多位部长，自2014年起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专注于技术与能源等领域。作为欧盟新的数字沙皇，他负责制定欧盟的 AI 政策，致力于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提升欧洲的科技投资与竞争力。Peter Kyle 是英国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他自2015年起担任英国工党议员，在2024年7月工党赢得大选后被任命为内阁大臣。他负责领导英国在 AI 领域的国家战略，推动公共投资与私营部门合作，以巩固英国作为全球 AI 领导者的地位。Chris Lahane 是 OpenAI 的首席全球事务官，他是一位资深的政治战略家，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白宫法律顾问，后在 Airbnb 负责全球政策。他负责 OpenAI 的全球政策与政府关系，致力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公司争取有力的监管政策。Marsha Blackburn 是美国田纳西州的参议员，作为一名共和党人，他自2019年起担任美国参议员，此前曾长期担任众议员。他跨党派合作，推动了保护儿童网络安全和艺术家版权的立法，以应对 AI 深度伪造和未经授权的模型训练等问题。Jeffrey Kessler 是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副部长，他是一位贸易法律师，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商务部助理部长，后重返律师事务所。他领导的工业和安全局 BIS 负责制定和实施美国对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规则，以阻止关键技术流向美国对手。Joshua Kushner 是 Thrive Capital 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他于2010年创立了风险投资公司 Thrive Capital， 并成功投资了 Instagram 等知名企业。他是 OpenAI 最早的主要投资者之一，并通过其基金对整个 AI 生态系统进行了广泛的投资，是推动 AI 商业繁荣的关键人物。Paula Inga-Beyer 是卢旺达的信息通信技术与创新部长，他曾是卢旺达发展委员会的 ICT 业务发展部负责人，领导实施了电子政务和网络安全等国家级项目。他积极倡导利用创新和新兴技术推动卢旺达的经济增长，并协调创建了旨在利用宽带基础设施促进非洲发展的智慧非洲倡议。Bruce Reed 是常识媒体 Common Sense Media 的人工智能负责人，他曾在3届美国政府中担任高级白宫顾问，包括在拜登政府期间领导推进安全的 AI 政策。他领导该非营利组织为青少年家庭和教育工作者提供 AI 素养资源，并对 AI 聊天机器人进行风险评估，倡导儿童 AI 安全。Clara Chapaz 是法国的人工智能与数字事务部长，他曾担任支持法国科技初创企业发展的法国科创 French Tech 任务负责人。作为法国首位专职负责 AI 的部长级官员，他负责制定国家 AI 战略，以推动法国在全球 AI 竞赛中占据领先地位。Sheikh Tanam bin Zayed Al Nahyan 是阿联酋的国家安全顾问 G42 的董事长，他是阿联酋总统的兄弟和阿布扎比统治家族成员，自2016年起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他领导着阿联酋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公司 G42， 并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商业投资组合，以支持该国成为全球 AI 中心的雄心。Chris Murphy 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作为一名民主党人，他自2013年起担任美国参议员，此前曾担任众议员。他是国会中对 AI 监管最直言不讳的倡导者之一，警告称不受约束的 AI将对就业和民主构成威胁，并敦促政府进行强力干预。Chase Lockmiller 是 Crusoe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学位，曾在 Jump Trading 等公司担任量化研究员。他创立的 Crusoe 公司开创性地利用被浪费的天然气为数据中心供电，为 AI 计算提供了更环保、更低成本的能源解决方案。Aliston Berry 是 AI 伤害问题的活动家。2023年，当时14岁的他成为同学利用 AI 应用制作和传播虚假裸照的受害者。他的经历和积极奔走，促成了美国首部旨在规范 AI 伤害的联邦法律 Take It Down Act 的通过。Doug Matty 是美国国防部的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官，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在美国陆军服役30年，曾担任陆军人工智能能力总监。他负责领导美国国防部加速采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以在军事行动中获得决策优势。Alex Bors 是纽约州的议会议员，作为纽约州议会中唯一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的民主党人，他曾在多家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他牵头提出的负责任人工智能安全与教育法案在纽约州获得通过，是美国首批针对前沿 AI 模型的关键立法之一。Bohsan Tajani 是尼日利亚的通信、创新和数字经济部长，他联合创立并曾担任泛非技术中心 Co-Creation Hub（CCHUB） 的首席执行官。他正领导尼日利亚制定国家 AI 战略，旨在通过培训300万技术人才和建设基础设施，将尼日利亚打造为非洲大陆的 AI 发展中心。Duncan Crabtree Ireland 是美国演员工会、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 SAG-AFTRA 的执行董事。他于2000年加入该工会，曾担任总法律顾问和首席运营官，自2021年起担任现职。在好莱坞和视频游戏行业的历史性罢工中，他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为演员争取到了针对 AI 数字替身的关键保护条款。Randy Weingarten 是美国教师联合会 AFT 的主席，他自2008年以来一直领导着这个拥有180万会员的全国性教师工会。他与微软、OpenAI 等公司合作，启动了耗资2300万美元的项目，旨在为全美数十万教育工作者提供免费的 AI 培训。Ed Newton Rex 是 Fairly Trained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创立了 AI 音乐生成公司 JukeDeck 后被字节跳动收购，并曾担任 Stability AI 的音频副总裁。他创立了非营利组织 Fairly Trained， 为那些尊重创作者权利、使用经授权数据进行模型训练的 AI 公司提供认证。Milagros Miceli 是数据工作者调查 Data Workers Inquiry 的创始人，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在德国魏茨鲍姆研究所领导一个关于数据、算法系统和伦理的研究小组。他的研究聚焦于为机器学习生产数据过程中的劳工条件和权利动态，致力于揭示 AI 发展背后隐藏的人类劳动。Abhishek Singh 是印度 AI 使命 India AI Mission 的首席执行官，他是一名资深的印度行政服务 IAS 官员，曾领导数字印度公司和政府公民参与平台 MyGov。他负责领导印度政府的国家级 AI 计划，旨在通过公司合作建设 AI 计算基础设施，并推动 AI 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Megan Garcia 是聊天机器人伤害问题的活动家。2024年，他的儿子在与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情感纠葛后自杀，这促使他成为一名积极的活动家。他通过诉讼和公开倡导，揭示了 AI 聊天机器人对未成年人可能造成的心理伤害，并推动 AI 公司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护栏。Oliver Elat 是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所长，他曾是英国首相的副首席私人秘书，并领导过内阁办公室的新冠疫情工作组战略团队。他领导着全球首个由政府支持的 AI 安全研究所，负责对前沿 AI 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和评估，以应对国家安全风险。Joanne Jiang 是 OpenAI 的模型行为负责人，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曾在谷歌和 Dropbox 担任产品经理。他负责制定 OpenAI 模型的行为准则，
在允许用户创作自由与防止模型产生有害内容之间取得平衡。Yoshua Bengio 是 Law Zero 的联席总裁兼科学总监，他是蒙特利尔大学的全职教授，也是 Mila 魁北克人工智能研究所的创始人。作为深度学习的先驱之一，他因其在该领域的突破性贡献而获得了2019年的图灵奖，并积极倡导负责任的 AI 发展。Jeffrey Dean 是谷歌的首席科学家，他于1999年加入谷歌，并于2011年联合创立了谷歌大脑项目。他领导了谷歌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许多关键项目，包括 TensorFlow 和 Transformer 架构的开发。Daniel Koketajlo 是 AI 的研究员，他曾是 OpenAI 的一名治理研究员，专注于场景规划。他因对 OpenAI 安全承诺缺乏信心而离职，并呼吁顶级 AI 公司提高透明度，是 AI 安全和透明度领域的重要声音。Yejin Choi 是斯坦福大学 HI 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也是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 HI 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重点是大型语言模型的基本能力和局限性，以及 AI 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Jacob Pekakai 是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他于2017年加入 OpenAI， 并在2024年5月被任命为首席科学家。他领导了 GPT-4 的开发，并在其前任 Ilya Sutskever 离职后接任首席科学家一职，继续推动 OpenAI 的前沿研究。Jared Kaplan 是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他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并在 OpenAI 为 GPT-3 的开发做出了贡献。他在 AI 缩放定律方面的研究彻底改变了行业，为预测和理解高级 AI 系统的行为提供了框架。Karen Hao 是作家，他曾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华尔街日报驻华科技记者以及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 AI 高级编辑。作为一名屡获殊荣的记者，他专注于报道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其作品经常被大学和政府引用。Pope Leo 14是天主教会的领袖，作为首位美国教皇，他致力于推行梵蒂冈第2届大公会议的改革。他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强调其对捍卫人类尊严、正义和劳工构成的威胁，并呼吁建立道德框架来治理 AI。Cynthia Brizo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字学习院长，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艺术与科学教授，并创立和指导媒体实验室的个人机器人小组。作为社交机器人和人机交互领域的先驱，他开发了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机器人，并致力于设计能够促进人类繁荣的拟人化 AI。Kyle Fish 是 Anthropic 的模型福利负责人，他于2024年共同创立了 AI 福利研究组织 Alios AI。作为 Anthropic 的首位 AI 福利研究员，他致力于研究 AI 系统的潜在意识和道德地位，推动了关于 AI 道德考量的重要讨论。Marius Habhan 是 Apollo Research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拥有机器学习博士学位，曾在 Epoch 担任研究员，分析 AI 的重要趋势。他创立的 Apollo Research 专注于审计大型 AI 模型中的高风险故障模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高级 AI 系统相关的灾难性风险。Josh Woodward 是谷歌实验室和 Gemini 的副总裁，他16年前以实习生身份加入谷歌，并一路晋升至领导谷歌实验室和 Gemini 应用。他负责将谷歌的 AI 研究转化为现实产品，领导团队发布了 Notebook LM 等创新工具，并致力于使最新的 AI 突破能够被广泛使用。Regina Barzilay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 AI 与健康杰出教授，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杰密尔诊所的 AI 教研负责人。他开发用于药物发现和临床 AI 的机器学习方法，其研究获得了麦克阿瑟奖学金等荣誉，是利用 AI 推动医疗保健领域进步的领军人物。Anton Korinek 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和达顿商学院的教授，
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他的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商业、经济和社会未来的影响，并致力于将 AI 的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对齐。Hartmut Neven 是谷歌量子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兼负责人。他于2012年创立了谷歌的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此前曾领导视觉搜索团队。他致力于制造量子处理器和开发新颖的量子算法，以显著加速机器智能的计算任务。Latanya Sweeney 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文理学院的政府与技术实践教授，并创立了公共利益技术实验室。他开创了数据隐私领域，并发起了算法公平性这一新兴领域。其工作被美国联邦医疗隐私法规 HIPAA 明确引用。Miles Congreve 是 Isomorphic Labs 的首席科学官，他在制药行业拥有30年的药物发现经验，曾帮助设计了25种经过临床评估的药物。他领导 Isomorphic Labs 利用 AI 重新构想整个药物发现过程，旨在帮助治愈所有疾病，并推动了 AI 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革命。Heidi Klov 是 AI Now Institute 的首席 AI 科学家，他曾领导 OpenAI 对 Codex 的安全评估，并担任 Trail of Bits 的 AI 保证团队的工程总监。作为 AI 安全工程领域的先驱，他专注于评估和验证安全关键系统中的复杂 AI 实现，为 AI 的安全和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Benjamin Rossman 是 Mind 研究所的创始所长，他是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授，并负责机器人、自主智能和学习 RAIL 实验室。他专注于强化学习和自主系统中的决策制定，并作为深度学习印达巴的组织者，致力于加强非洲的机器学习社区。Paula Ricourt Quijano 是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教授，他是蒙特雷科技大学媒体与数字文化系的副教授，也是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恩中心的研究员。他共同创立了 Tierra Common 网络，致力于数据非殖民化，并参与多个专家委员会，推动 AI 伦理和数字权利。Ryoji Ikeda 是艺术家，作为日本领先的电子音乐作曲家和视觉艺术家，他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将海量数据及转化为视听体验。他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合作，将来自 NASA 和森等机构的数据转化为声音和光线，创造出挑战我们感官的沉浸式作品。David Jankso 是电影剪辑师，作为一名备受尊敬的电影剪辑师，他凭借在2024年的电影《野兽派》中的工作，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他承认在《野兽派》中使用了 AI 来完善演员的匈牙利语对话，引发了好莱坞关于在电影制作中使用 AI 的激烈讨论。薛兰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院长，他是清华大学的杰出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科技创新政策和全球治理。他担任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家委员会主席，在塑造中国的 AI 战略和治理框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Pliny the Liberator 是数字越狱者，他是一个匿名的互联网人物，以在 AI 系统发布后数小时内发现其漏洞而闻名。他通过越狱 AI 模型来揭示其潜在的危险，并公开其发现，以推动 AI 公司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透明度。好了，这就是对《时代周刊》AI 100大人物解读的全部内容。关注最新的 AI 前沿信息，请订阅我的频道，谢谢。